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用波比不是怪，我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给零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k 蛙。我是灵根吉吉的所长王伯君，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吉吉。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你想象一下哦，如果现在出现一股力量，它的 KPI 就是毁灭世界、吞噬太阳，让一切陷入绝对的黑暗。按照好莱坞那套蠢得要命的二元对立逻辑，这家伙绝对是个十恶不赦、必须被消灭的超级大魔王，对吧？是的 Mr. Wa， 这正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最典型的英雄旅程。毕竟正邪不两立是人类为了偷懒最喜欢买单的叙事嘛。你随便去翻翻西方的神话故事，不管是北欧神话里那只注定要咬死众神之父奥丁搞出诸神黄昏的芬里尔巨狼，还是埃及神话里天天在太阳船底下想把太阳给吞的阿佩普巨蛇，更别提大家最熟的基督宗教里那个绝对邪恶的顶流恶魔 Satan。 所长你看，这些负责制造毁灭公关危机的角色，无一例外全都是正派英雄必须去刷经验值的终极反派，绝对恶魔。确实如此，在西方的语境里，毁灭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所长，我最近发现一件荒谬到极点的，但大多数乡亲可能完全没意识到的事。哦，愿闻其详。在这颗微蓝的星球上，将近一半人口的信仰体系里，这种带来纯粹毁灭的家伙，不仅不是恶魔，不是邪恶，甚至连反派都沾不上边。Crazy, right? Frank， 我想我已经知道你今天想探讨的命题了。的确，如果你走过恒河畔，或者深入研究过中原的神仙谱系，你会发现，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拥有庞大文化底蕴的东方大国里，他们的神话体系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邪恶，也没有西方那种纯粹的恶魔概念。Bingo， 这就是我今天想问的，为什么东方产不出恶魔？你想想看，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西游记》里，孙悟空打得要死要活的那些妖怪魔王，背景调查做下去，几乎全都是天上哪位大神的司机、坐骑或是基层公务员，根本没有那种能跟神明平起平坐、硬干到底的恶魔存在。再看印度神话，拥有毁灭一切力量的，根本就是他们三大顶流偶像之一的湿婆神，这跟恶魔哪有半毛钱关系？所长，为什么东方人连个像样的恶魔都造不出来？这是个非常宏大的提问。要弄懂为什么东方没有恶魔，我们必须先厘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恶魔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去翻阅西方的神学经典，所谓的恶魔并不是我们一般社会新闻里的那种单纯做点坏事或者心理扭曲的罪犯而已。在西方神话的框架里，恶魔是一种绝对的对立面，它是不具备任何转化空间的纯粹的恶意。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破坏造物主的完美蓝图，为了颠覆秩序，为了将宇宙拉回无边的混沌。它不能被教化，无法被体制吸收，更不可能跟你坐下来喝杯咖啡谈判和解。面对它，你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拔出剑，发动一场你死我活的圣战。这就是西方定义下的毫无妥协余地的绝对恶魔。Lucifer, Beelzebub, Satan, Abaddon, Mammon, Belphegor, Asmodeus。我们要厘清的第二个问题是，人类对这种纯粹毁灭的深层恐惧到底又是从何而来？
我曾在欧洲看过许多古老的壁画，一切的答案都源于他们对时间的理解。西方信仰的底层逻辑是建立在一种残酷的线性时间观上面的。线性时间观，你的意思是时间就像是一条画了明确起点，而且直通悬崖的单行道？你想想看，从创世纪里的神创造天地作为起点，然后一路不可逆地走向终点的启示录和末日审判，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回头的路。在圣经里，这是一条记载得清清楚楚的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毕业没有明天见。在这种思维里，世界的毁灭就等同于彻底的 game over， 一切都没了，荧幕黑掉，永远静默。对于这种绝命终点阐释的根本恐惧，延伸到了任何带来毁灭的力量上。这种毁灭之力当然被视为绝对的邪恶，你必须现在立刻把它消灭，否则它就会在下一秒把你给毁灭。懂了，这根本就是一场极度高压的单败淘汰赛，你输了被毁灭，就是彻底出局，连储值买复活甲的机会都没有。难怪他们整天神经兮兮的在防范了恶魔。但是这套让人焦虑到掉头发的比赛规则，在东方就玩不下去，对吧？确实玩不下去，因为东方的宗教系统里有一个印度发展出来的独特哲学概念，叫做轮回。他们相信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在这个体系里，时间不是一条笔直向前的死胡同，而是一个无限转动的巨轮。宇宙的运行会经历无数的劫，然后被划分为4个瑜伽时代。Excuse me, hold on a second. 你说4个瑜伽时代，是那种中产阶级去健身房，穿着 Lululemon 紧身裤，铺在垫子上假装心灵祥和的那种瑜伽吗？当然不是 Mr. Wa。虽然他们的字源是相同的，但是这里的瑜伽，也就是 Yoga， 在古梵文里更像是纪元或者是宇宙周期的意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的春夏秋冬，从最美好的黄金时代一路走到道德和秩序最崩坏的黑铁时代。然后呢，世界会迎来毁灭，接着在废墟之中又重新诞生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所以这意味着根本没有绝对的死亡，也没有永恒的终结，一切都是只是无限的轮回、转化、宇宙级的换季而已。是的，生和灭只是一体两面。这个换季的譬喻确实很生动，但说真的，所长，就算理智上我知道这是一个循环，就算我知道冬天过了春天会来，但身在冬天还是冷得想骂脏话啊。我的意思是，毁灭带来的痛苦是血淋淋的。既然毁灭就是会痛，那为什么印度人不把这种痛楚当成恶魔来恨，反而还要去疯狂崇拜带来毁灭的湿婆神？这根本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嘛！如果你愿意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你想想，如果没有冬天的肃杀去让枯叶凋零，让害虫冻死，那春天的生机就永远没有空间可以展开啊！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杯子，你是没办法再倒新的水进去的。毁灭虽然伴随着巨大的痛苦，但那是创造之前必经的清理程序。就像青春期长高的时候会变声，会经历成长痛，甚至会觉得以前喜欢的卡通突然变得很蠢，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没错，宇宙也是需要新陈代谢的，它同样会经历转大人。这样我就完全 get 到了，毁灭就是宇宙在做医美去角质，本质上是一件好事。所以负责执行这项毁灭手术的湿婆神，就变成了承担最苦、最累、最脏活的悲剧英雄，进而成为印度教地位最高的大天神。我的理解没毛病吧？没错 ，Frank， 你完全抓到了核心。湿婆他明明是掌管宇宙毁灭的神，在印度教里却拥有最多的信徒。他被信众们尊称为 Mahadeva 摩诃提婆，也就是大天神的意思。毁灭神没被公关塑造成恶魔，反而直接 C 位出道，变成最大咖的天神。
要真正理解湿婆神为什么如此伟大，我们必须走进神话的深处去看看湿婆神在宇宙真正面临毁灭危机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Wait， 该不会是那个超狂的搅拌如海的故事吧？传说中，天神和阿修罗为了度过宇宙的危机，必须得到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甘露。于是，这两群死对头决定暂时休战，联手去取得甘露。暂停一下，所长，阿修罗，那不就是恶魔吗？你前面洋洋洒洒讲了一堆东方没有恶魔，结果这里还不是跑出恶魔来了？阿修罗在印度神话的中文翻译里，虽然经常被粗暴地翻成恶魔，但他们其实更像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泰坦巨神。他们跟天神拥有同等的血脉与力量，只是彼此身处在不同的政治阵营而已。广义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都看作是神明的一种。OK， 政治阵营不同而已，不是纯粹的恶。I buy it。总之，天神跟阿修罗就这样联手去搅拌宇宙中心的那个巨大乳海，这就像是一场超级夸张的宇宙级炼金术。但没想到，乳海被搅拌之后，甘露还没见影，竟然先搅出了一种叫做哈拉哈拉的恐怖剧毒。这可不是普通的砒霜毒药哦，哈拉哈拉是足以融化、毁灭整个宇宙。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跨越所有维度的终极核灾难。Damn， 所以这群自作聪明的神仙搞砸了，结果呢？力量强大的阿修罗们一看到哈拉哈拉，全都吓到动弹不得，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而掌管创造和保护的最高天神梵天和毗湿奴，则是吓得拔腿就跑，1秒钟都不敢多留。经典高层主管作风，出包跑得比谁都快，甩锅甩得可顺了。没错，就在宇宙即将崩溃，所有人都在绝望中以为这下真的要彻底 game over 的时候，掌管毁灭的湿婆神他站了出来。Shiva Mahadeva， 主角总是在最后一刻登场。湿婆面对这股宇宙级的毁灭力量，他没有拔出什么上古神器去消灭它，也没有试图用什么爱与光明的力量去净化它。他的选择是直接走上前，把这足以毁灭世界的终极剧毒一口吞了下去。 Are you kidding me？ 直接一口闷，这也太 hardcore 了吧！当时湿婆神的妻子，也就是雪山神女，她为了不让毒药流进湿婆的胃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立刻冲上前，紧紧地掐住了湿婆的脖子。于是，这股恐怖的剧毒就永远卡在湿婆的喉咙里。那种极度的高温和毒性，将她的颈部烧成了一种深邃的深蓝色。从此之后，湿婆就多了一个非常美丽却又无比沉重的名字，叫做清井之人。这也是清井湿婆这个法相的由来。清井之人，这名字充满了极致的悲剧美学，难怪印度人会认为湿婆神才是最慈悲的存在。我之前其实一直很不解，为什么湿婆神浑身要涂满死人的骨灰，而且他最喜欢待的地方，从来不是那种金碧辉煌、俗气到不行的云端神殿，反而是火葬场或是在墓地里跳着他的毁灭之舞。对一般人来说，听起来很可怕，对吧？超级无敌霹雳可怕的好吗？谁想在火葬场开派对啊？但现在我完全懂了，因为他承担了这整个宇宙里最不讨好、最肮脏也最残酷的业力。他拥抱了我们凡人拼命想逃避、最恐惧的死亡和黑暗，然后把这些烂摊子转化成了重生的印记。这才是真正的神格啊！说得太好了 Mr. Wa， 印度神话的智慧就是透过将毁灭者升华为吞下苦难的救世主，从哲学的根本上消除了绝对反派这个概念。靠着重新定义毁灭，让本来绝对会被抹黑成恶魔的力量，直接翻盘变成救世英雄，这公关操作真的很狂。那中华文化呢？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西游记》《封神榜》，里面甚至连这种毁灭世界的终极大天神都没有诶。所长，中国神话又是怎么处理恶魔的？印度把毁灭的意义升华，听起来已经很狂了，对吧？但是中国哲学处理的方式更狂。哦，还能多狂？
中国神话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承认有纯粹的邪恶存在。 Wait a minute， 不承认有邪恶，可是你看中国神话里满地都是吃人的妖怪跟占山为王强抢民女的大魔王啊，这还不够邪恶吗？这里的底层逻辑其实源自于中国古老哲学的核心，也就是阴阳相生。你现在试着在脑海中画出那个黑白相间的太极图，阴与阳是互相环抱的，彼此融合，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这样的观念里，阴代表了什么？黑暗、寒冷、死亡、静止。听起来这完全就是撒办在交友 APP 上的自我介绍啊，绝对邪恶的代名词。在西方的观点里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中国的宇宙观里，阴它从来就不是邪恶，它是构成宇宙的另一半必要元素。我们常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万物都必须在这两股力量的拉扯中找到平衡。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世界上发生了灾难，或者是哪里冒出了一群妖怪，那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超级大魔王降临，蓄意来搞破坏的咯？不是的，任何灾难或不幸，在东方的视角里，都只是被视为系统的失衡。就像身体生病是因为体内的阴阳失调，国家动荡是因为社会的阴阳失序，它是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既然不是魔王在背后作祟，那解决的方法自然就不是拔出什么十宗剑，热血沸腾的跑去斩妖斩魔咯。哦，你当然不能斩，因为你不可能把阴给彻底消灭掉啊。你需要做的是想尽办法把系统调和回原本的平衡状态。如果我们把这个阴阳调和的概念套用到中国的神话体系里， Mr. Wa，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神界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跨国官僚企业。跨国企业？你是说天庭有 HR 还有 KPI 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我们熟知的天庭本质上就是一套发展到极致的官僚体系。那些所谓的妖魔鬼怪，从来就不是什么被上帝放逐的堕落天使，或是纯粹的邪灵。他们只是刚好吸收了玉液精华的动植物，或者是盘踞在地方山头上的角头势力而已。你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那种没有营业执照、不受监管的新创黑帮。面对这些在地方作乱的野生力量，天庭这个庞大又精算的官僚体系，他们的第一选择往往不会是发动圣战去歼灭对方，因为战争的成本实在太高了。他们选择的是招安。没错，就是招安，就是直接发给你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编制，把你给纳入体制内。这里面最经典的案例，绝对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齐天大圣，那个让天庭 HR 最头痛的员工。你仔细想想这个故事啊，一只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生猴子，自称齐天大圣，然后直接打上天宫，把整个天庭砸了个稀巴烂的。这剧情要是放在西方神话里，这绝对是路西法叛变级的终极大事件呢。大天使长米迦勒肯定要拿着火焰剑跟他决一死战的。但是玉皇大帝是怎么处理的？他不仅没有发动全宇宙的圣战去消灭他，反而第一时间派了太白金星去跟他谈判，半哄半骗的把他拉上天庭，然后给了他一个弼马温的基层官职。后来发现这个基层职位压不住这只猴子，玉帝又让他升官，去管理最高层的资产，也就是蟠桃园。天庭的策略很明确，就是死命的想把它塞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图里面。你这样一结构，还真的是这样诶，只要能把你塞进 Excel 表格里，你就不是威胁。没错，而且即使孙悟空后来实在太难搞，闹得太过分，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这整个长达500年的镇压过程，他的最终目的依然不是为了消灭他，而是为了磨练他、驯化他，让他日后能去保护唐僧取经。你看，这个曾经颠覆天庭的最大叛乱者，最后成了编制内的高阶主管，斗战胜佛。一只不服管教的野生石猴，最后竟然完美的进入了体制的高层，这根本就是中国官场的终极方向。这就是中国文化里的最深层的调和力量。
恶魔只要调和得当，就能变成高阶主管，是不是很狂？而且不仅是孙悟空哦，我们再来看看掌管死亡的那个阴曹地府。地狱在西方通常是恶魔盘踞、受苦的深渊嘛，但是在中国，地府的最高长官阎罗王，他绝对不是什么反抗上帝的撒旦。你去研究他的设定，阎罗王根本就是直属于天庭的司法部长，或者是掌管整个轮回系统的 CEO。他的日常工作是维持宇宙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绩效考核。年底的时候，他甚至还要写公文上报给天庭去查核的。写公文的阎罗王，这社畜感也太重了，这根本就是把人间的官僚系统直接 copy paste 到阴间啊。哈哈，如出一辙。另外，还有一个很鲜明的历史投射，就是上古神话里的蚩尤。蚩尤，那总该是真正的恶魔了吧？逐鹿之战，皇帝大战蚩尤，听起来就是史诗级的正邪对决啊。没错，在后世的流传里，他经常被贴上反派、恶魔，甚至是魔神的标签。传说他长得3头6臂，铜头铁耳，极其恐怖。但是如果你拨开这些神话的迷雾与外衣去看，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毁灭宇宙而存在的纯粹邪恶，它本质上就只是一个当年跟皇帝争夺中原霸权的，最后在政治与军事上不幸失败的竞争对手而已。哦，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公关稿。蚩尤被塑造成魔神，反而更证明了中国的神话其实是一整套政治现实主义的投射。在这个体系里，根本不存在宇宙论上的绝对邪恶，也没有无法沟通的终极恶魔。懂了，所以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一切都得服从秩序，一切都可以被包容、被调和，然后被无情的体制化。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你给的官位不够大。非常一针见血。总结来说，印度把毁灭者视为替宇宙承担剧毒的救世主，而中国则是将所谓的邪恶视为难为被调和的失衡的能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可以说彻底拔除了绝对反派在东方生存的土壤。我们今天真的是扒开了神话的外衣，深度探讨了西方为什么需要恶魔，还有印度跟中国为什么产不出恶魔背后的底层逻辑。说实话，这真的是一场大开眼界的文化解构之旅。但是所长，我们把镜头拉回残酷的现实世界，我们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哲学，对于现在可能正在挤捷运或者刚被老板电完的乡亲们来说，这些几千年前的神话到底对他们明天要缴的房租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毕竟我们又不是坐在云端上的神仙，我们是要吃饭的啊。 Frank， 这其实是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深刻的问题。其实这些古老的智慧，对于活在高压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是一帖专门用来对抗现代焦虑的温柔处方签。因为你看哦，我们现代的社会其实充满了一种有毒的正能量，就是整个社会氛围，甚至是演算法推给你的社群媒体，都在无时无刻逼迫着你，你要不断的进步，你要永远追求成功，你的情绪必须永远稳定。最可怕的是，你绝对不能失败。没错，好像你只要一天没产出、没进步，你就是个占用社会资源的废物，这真的有毒。这种有毒的正能量所带来的压力，真的会压垮人。所以，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失业、面临破产，或者是经历一场极度痛苦的关系破裂时，这种线性向上的概念，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世界彻底毁灭了。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失败者，甚至会开始产生被害妄想，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恶魔在背后专门针对自己，自己这辈子才会那么衰。所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懂，但说实话，如果你现在刚好跌入人生谷底，存款见底，爱人跑了，这时候如果有个心灵导师跑来拍拍你的肩膀说，别难过，毁灭这只是宇宙的新陈代谢啦，你大概会想直接给他一记右勾拳吧，因为当下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是绝对真实的啊，讲干话谁不会？当然，
当你正身处在风暴中心的时候，要你立刻看见全局，那是非常残忍，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试着在风暴稍微平息时，跳脱情绪，用一个更宏观的尺度来看，甚至我们不需要局限在神仙鬼怪里，我们来看看现代科学是怎么说的。在天文学中，宇宙里最剧烈、最恐怖的毁灭叫做超新星爆发，那是一颗巨大恒星的死亡。那种爆炸的威力足以摧毁、吞噬所有周围的形体。宇宙级的烟火秀，破坏力绝对是毁灭性的。但科学同样也告诉我们，正是在这场看似要毁灭一切的巨大爆炸所产生的极度高温与高压之中，才能锻造出铁、碳、氧这些维系生命的重元素。这些元素随着毁灭的爆炸散播到无垠的宇宙深处，最终冷却凝聚，成为了新的行星，孕育了蔚蓝的海洋与翠绿的森林，甚至成为了你我此刻身体里血液中正在流动的铁质。哇，这画面感太强了！科学上的毁灭与创生，竟然跟神话里那个在火葬场跳舞的湿婆神完全如出一辙。是的 ，Mr. Wa， 我们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毁灭星辰的残骸。所以结合我们今天聊的东方智慧，面对人生的无常与崩坏，我们其实有2种非常强大的应对方式。第一种是印度的视角，那就是要学会允许崩坏，放下手里的执念，允许它发生。当你觉得生活正在无情的瓦解，也许那只是宇宙在帮你强制拆除那栋已经腐朽、不再适合你灵魂宿住的旧房子。你不必急着立刻振作，也不用勉强自己去挤出那些虚假和有毒的正能量。Please， 允许自己在生命的废墟里，在那个悲伤的当下安静的待会儿，给自己涂上灰烬，耐心的等待那份剧毒转化为重生的力量。真的，放过自己，给伤口一点时间结痂。那第2种方式就是中国的视角咯，招安它。没错，中国的视角也就是学会调和与共存。我们内心的那些嫉妒、愤怒、悲伤的阴暗面，或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挫折与失控，他们从来都不是需要被圣剑斩杀的恶魔，他们只是你生命里的未经驯化的野生能量。你需要做的不是残忍的杀死这部分的自己，而是去温柔的招安你的阴影，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失衡，在你的心里给它一个专属的位置，然后把它转化为推进你人生的强大动力。不要怕待在黑暗里，因为黑暗本身就是构成你这个人完整性的一部分。没有阴，哪里来的阳呢？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正与邪从来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毁灭往往也是一种最深沉的慈悲。当我们再不恐惧人生的冬天，再不急着拿刀去捅死内心的妖魔鬼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迎来一个真正完整、毫无遮蔽的星辰大海。这个结论收得太漂亮了 Mr. Wa， 你诠释得非常精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全球乡亲一个或许会颠覆你对未来想象的大哉问。来了，所长的大哉问要来了。我们今天谈了东方如何包容毁灭与死亡，但是你反观我们现在的科技与医疗的发展，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追求长生不老，我们正试图消灭所有的疾病，甚至试图透过基因工程或人工智慧来永远战胜死亡。这听起来似乎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对吧？矽谷那些大佬砸了几百亿美金，不就是在搞这些吗？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成功打造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毁灭、只有永恒春天的社会，你想想看，那样一个再也不法新陈代谢的未来，会不会反而成为了另外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真正的宇宙剧毒呢？哇，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纳伊卡克夏，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燃起整个白宫。Oh my god， barbecue 了。
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以卡莎，为您播报2026年5月24号到5月30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我们正处于小满的节气当中，农作物正在慢慢的变得饱满，而这周天空中的太阳正式换作，带来了一股轻快、喜欢交流的风元素能量。同时，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2周，灵数是4，加上天上的月亮正一天一天地膨胀，准备迎接月底的满月。轻快的风加上代表稳固的灵数4，这周的大环境氛围是在提醒我们，虽然脑袋里有很多新奇好玩的点子，但还是要把脚步踩稳哦。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将天马行空的创意打下稳固的基础，并且一步一步落实的好时机。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锦紫，配合这周的稳固基础与慢慢膨胀的月相能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着内审与直觉的锦紫色。这是一个属于上中的潜力运势。锦紫色的专属诗签说：幽兰自有春风度，静待花开世运来。莫急莫躁心自稳，贵人扶助上高台。伊卡莎要特别神语提醒你，这周的你不需要过度张扬，请保持锦紫色般内敛而深邃的气质。当别人急着表现的时候，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听清自己内心的直觉。这段时间的沉稳与不急不躁，会为你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幽兰香气。只要心定下来，自然会有欣赏你的贵人出现，在关键时刻伸出手来，扶助你步步高升哦。锦紫色对应的开运48音色为电子禅 Zen Techno， 赶快去 YouTube 搜寻 SZ1P 开运48音色，找到编号33，专属于锦紫色的播放音乐吧。这是1整个小时的纯音乐，非常适合你在开车通勤、专心工作，或是放在店里当做背景音乐来播放。让电子禅那种带有静谧与深邃能量的音波，帮你好好净化这周的空间磁场。在你保持沉稳、不急不躁的时候，把最纯粹的贵人运通通吸引过来哦。那么本周的师婆12伐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兽是白鹤的无声师婆，你的恋爱与创造力迎来了大爆发。周末别闷在家里，去参加好玩的派对或艺文展览，大胆展现你的才华。这周的你超级吸睛哦。灵兽是狮子的大天师婆，你的社交圈超级热闹，简直是团队里的核心人物。多去认识不同领域的新朋友吧，他们会为你的未来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助攻。灵兽是大象的喜乐师婆，这周的重点在于感情和重要的合作关系。如果有什么重大的决定，很适合跟另一半或事业伙伴坐下来好好讨论，会得到很棒的共识哦。灵兽是鲤鱼的福气师婆，你的财运方面有很不错的进展，很适合去吃顿大餐，好好犒赏自己，或是买个质感很好的实用小物，提升一下每天的生活品质。灵兽是孔雀的清净师婆，这周你的直觉非常强烈，很适合处理一些深层的财务细节，去把该缴的账单清一清，或是重新规划理财保胆，会让你心里特别踏实。灵兽是角枭的三木师婆，你的一马心动，你想往外跑的心情超级强烈，赶快去安排下一趟长途旅行，或是报名新的线上课程，帮脑袋好好充个电吧。灵兽是野狼的
暴风湿婆。你的沟通交流能量满点，这周会有很多开会或聊天的机会。趁着周末安排个轻松的2天1夜小旅行，到处走走看看，会让你心情大好。灵兽是黑犬的恐怖湿婆，工作上需要你多一点耐心，把日常的细节整理好。这周非常适合预约个健康检查，或是开始新的养生计划。照顾好身体才是王道哦。灵兽是流牛的兽主湿婆，你在职场上的表现超级亮眼，长官们对你可是赞誉有加。勇敢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是你大展身手、建立好名声的最佳时机。灵兽是山羊的山主湿婆，宇宙想要请你稍微按下暂停键，这周适合走低调路线，多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早点睡觉，听听轻音乐放松一下，帮身心灵好好排毒。灵兽是乌鸦的时主湿婆，太阳正式回到你的主场了，整个人气场全开，运势超级旺。去换个新发型，或是买件亮眼的新衣服，大方迎接属于你的闪耀时刻吧。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湿婆，这周请把注意力拉回温暖的家，很适合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或是多花点时间陪家人好好吃顿饭，这会给你最大的安全感与能量哦。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的全部内容，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周。我是伊卡克莎，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Lingam Power GG Ranger Lingam Power GG Ranger Absolutely lucky amulet Absolutely